这就停手了？今天的力气用完了？我是社畜，加班猝死，穿进了兽氏小说，穿成了恶毒炮妃。原主的阿父是流浪兽，很宠这个唯一的雌崽，刚成年就抓了5个雄性强行结妻，可他不喜欢，天天折磨他们。眼前这个兽形是带有剧毒的白蛇，最后会把他的手指一根根掰断。以往这个时候，这个恶毒雌性只会更用力地扬起鞭子，或者用烧黑的木棍去烫。可他现在却扔掉了鞭子，又想到什么新花样？别说话！阿父死后，这些被折磨到极限的兽夫会集体反抗，他们冒着反噬的风险剜掉伴侣兽印，5个本该暴毙的雄性却凭着一股狠劲儿活了下来，最后用比原主残酷100倍的方式将他分食殆尽。想到书里描写的断指之痛，指尖瞬间冰凉。我不能死，尤其不能死得那么惨。起来吧。怎么，想换个花样折磨我？还是说想试试用盐水浇伤口？原主的确干过这种事，里面扔着些干枯的草药，是阿父在部落换来的。原主从来不会把草药用在他们身上，反而喜欢用有毒的藤蔓冒充草药，看他们疼得满地打滚。你的伤需要处理，我不会。不必了，收起你那套把戏。是想等会儿用木棍烫我，还是想到了更恶毒的法子折磨我？是想等会儿用木棍烫我，还是想到了更恶毒的法子折磨我？我忘了，原主的暴虐已经刻进了这些人的骨子里，任何一点反常的举动都会被当成是新的折磨手段。思琪，皇阶祭祀的仙鹤兽人，本该气质出尘，那些烧伤是原主用烧红的木棍烫出来的伤。5个兽符，这里占了3个，加上优劣是4个，还有1个，全都到齐了。阿父回不来了，而这些人每一个都会变成我的死神，但我不是原主，我不会走他的路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不继续腾优劣了？剑野，狮子兽人，明明是风格迥异的4个顶级帅哥，我却没有半点欣赏的心思。兰溪呢？你这么快就忘了？昨天你说你想看看把人鱼的鳞片拔掉埋到沙土里会是什么样子，你让我们把它埋到山上去了呀。兰溪，5个兽夫中唯一一个海族兽人，剜掉伴侣兽一身后会一寸寸划烂他上的皮肤，因为他让他承受了对人鱼来说极其可怕的拔鳞之痛。优劣，你去把兰溪带回来，我有话要说。怎么，又在想新的玩法？不如一次性都用出来。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但我必须做点什么。李月，你又想玩什么把戏？一个一个折磨已经不够，要5个一起。我们谈个条件，如果你们答应下来，我会和你们解切。我们谈个条件，如果你们答应下来，我会和你们解切。满意了。看到他这副样子，是不是觉得比昨天用木棍烫我更有趣？我知道你们恨我，和你们强行结契也不是我的意思，我会和你们解契。你以为我们还会信你？不过和你们解契，我有条件，我要在雨季之前去找我阿父，你们一路保护我，谁的表现好，我就会给你们滴血1次。你说兽氏异常的雌雄比例导致了雌性绝对的尊贵地位，要和雌性结为伴侣需要2步。第1步是血的契约，雌性把自己的鲜血滴在雄性的眉心处，雄性的身上会出现雌性的兽印。虽然雌性没有兽形，但显示的兽印是雌性基因携带的兽形。林月的阿爸是蝎兽人，林月的兽印也是蝎子。第2步就真正身体上的结合，这时候雌性身上才会出现雄性的伴侣兽印，算是真正的结契。原主不喜欢阿父带来的这个几个兽夫，因此只进行了第1步结契。这时候如果想解契，雌性再次把自己的鲜血滴在雄性的伴侣兽印上，滴上10次，伴侣兽印就会消失。但因为雌性需要划开手指滴血会怕疼，加上雌性需要完全自愿才能实现，一旦结契，一般不会有雌性划破自己的皮肤10次滴上鲜血来解契。而且只要结契，不管是哪一步，一旦有雌性的伴侣兽印在雄性身上出现，雄性就无法对雌性不利，不然兽印会让雄性生不如死。也有雄性受不了雌性的折磨，剜掉兽印，但能存活的概率极低。但就算这样，雄性也不得不找雌性，因为雄性一旦成年，每年都会经历几次发情期。如果这段时间没有雌性安抚，雄性体内的狂暴因子会让雄性发狂，一直得不到安抚，就会爆体而亡。如果你真有这个心思，早都解气了，
何必等到现在？又是什么新想出来的花招吧？思琪和其他几个兽夫不太一样，他不是被阿父抓来的，而是自己过来的，好像和原主从小就认识。至于节气是否是他自愿的，我从原主的记忆中没有看出来，但现在听他说话的意思，他应该也是想解气的吧。思琪，你用你的精神力治愈兰溪的伤口，我现在就给你滴血。思琪是祭司，他拥有精神力，可以给人治疗，但原主阻止他做治疗，包括他自己的伤口。项链是阿父早年偶然发现，特意奔离为他打磨，做成了护身饰品。他从未听说过有雌性主动滴血解气，更没见过兽印变浅。现在你们信了吗？你刚才说要我们带你去找阿父，可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阿父应该是去了鹰族部落，他出门前说要给我绑来一个鹰族兽夫。鹰族部落在黑森林边缘，距这里至少需要7日路程。那就去鹰族部落。我累了，想休息会儿，你们也各自准备一下吧，明天一早出城。可一旦真的解气成功，没了兽印的制约，以这些兽夫被折磨到骨子里的恨意，他的下场恐怕还是难逃一死。在这之前，他必须想办法扭转自己在他们心中的形象，至少不能再让他们恨之入骨。关系缓和一点之后，就可以和他们和平解除契约。他再找几个心仪的雄性节气，兽氏的雄性都这么好看，穿都穿来了，肯定是要多找几个的。饿不饿？要不要吃？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他不会想毒死我吧？你吃了烤肉，能不能也给我滴血？原来是想要哄我滴血，好快点解气啊！这些兽夫都急着摆脱原主遗留下的束缚，倒也直白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至少说明他们暂时没别的心思。有结缔兽印的制约，他们也不敢对我不利。快吃吧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怎么没放盐？你忘了，所有的盐都被你融成盐水浸泡鞭子，说是抽打我们的时候能更疼。现在哪里还有盐？吃的盐都不够，竟然用来泡鞭子，那怎么办？赶路需要体力，总不能一直吃没盐的东西。兰溪可是海族中唯一会制盐的人鱼族，没盐它可以治啊。论恨意，兰溪恐怕是几个雄性里最浓郁的，但眼下没别的办法。兰溪，你能帮我制盐吗？不会让你白辛苦，我也给你滴血解气。从被阿父带到这里起，兰溪似乎就没开过口。难道他是哑巴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都说人鱼族的歌声能蛊惑人心，原来连寻常说话都这么好听。当然是只要你制出盐，我立刻给你滴血，绝不骗人。那里有海水，制盐需要用到海水。你把那个陶罐搬过来，给狼溪用。我帮你搬了，有奖励吗？比如提前给我滴一滴血。搬个罐子也要讨好处，驱邪我不疼吗？人鱼族到底是怎么制盐的？这就是人鱼族的制盐术，可这盐是从他嘴里吐出来的，还能吃吗？盐给我，你先给我滴血，我就给你。李月真的给他滴血了，只要再滴上9次，他就可以完全摆脱节气兽印的制约。就算滴了1次血，还需要滴9次才能完成节气，还需要滴9次才能完成节气。刚才划开伤口时，他用了点力，口子划得比之前深。此刻被盐一刺激，疼的指尖都在发颤。兽食还停留在围着兽皮的阶段，又怎么可能会有布料？你们都出去吧，我累了，要睡觉。娇贵的雌性2次划开手指滴血，第2次划开时伤口还挺深，可他却没向他们发脾气。那些被盐水浸泡的鞭子，被生生拔掉的鳞片，桩桩件件都刻进他们的骨子里。可那些事真的跟他没关系啊！他不过是个倒霉的穿越者，凭空接了个烂摊子，却要替原主承受着滔天的恨意。连划开手指后都找不到块像样的东西包扎。这是哪里？空间！阿父给的项链竟然藏着个储物空间，难道是刚才血滴上去，才把这空间激活了？真的可以！这空间的事可不能让那几个反派知道，万一他还没找到阿父，就已经和几个反派解气。有了空间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
李月闭着眉头。兰溪，你疯了！你想让我们所有人给你陪葬？受氏法则铁律，节气的雌性若被自己的伴侣所杀，所有缔结契约的雄性都会遭受受孕反噬，当场爆体而亡。他能理解兰溪的恨，那些被拔掉的鳞片，那些日日夜夜的折磨，换作是他，恐怕也会失控。可今天的李月确实和平时不太一样，他一直没舍得你。怎么回事？大概是昨晚着凉了吧。在这缺医少药的受氏，感冒可不是小事，轻则头晕无力，重则可能拖垮身子。可一想到阿父可能正处在危险中，他就不敢耽搁。现在阿父是他唯一的靠山，不能因为一点感冒就耽误了行程。就算今天外面下刀子，他也得出发。这是谁做的？昨晚他明明记得自己蜷缩着睡的，没听到任何人进来。难道是那几个受缚中的一个一定要当场表扬，才会让他们对他好？虽然他知道他们对他好也不是真心的，但至少可以减少一点恨意。你们都进来一下。除了他们俩，另外3个受缚交换了个眼神，显然从兰溪和优劣的反应里猜到了些什么。昨晚肯定出事了，而且多半和兰溪有关。昨晚是谁做的？看来黎月发现了，这是要找出罪魁祸首。之前就算他们没做什么，他都会找由头各种折磨他们。现在掐脖子这么大的事情，他不会想直接弄死他们吧？是我，你想怎么罚我都行，别牵扯其他人。是我，你想怎么罚我都行，别牵扯其他人。罚你？为什么要罚你？你帮我处理伤口，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这样吧，以后谁给我包扎伤口，累计3次，我就给谁滴1次血，怎么样？说的不是脖子上的伤口，而是手指的包扎。怎么回事？他提出的奖励不够吸引人吗？你这是不想要这个奖励？包扎的不是我，是我。那你刚才承认什么？他总不能说刚才以为他要追究掐脖子的事才主动承认吧？包扎3次就给滴血，我做饭要5顿，这也太不公平了。因为包扎要用到草药啊，草药珍贵，肯定是比烤肉难得到，所以包扎3次就会滴血。如果你想快点解气，你也可以帮我包扎，只要每个人的次数满了3次，我都会滴血。他竟然没生气，换做以前，他敢质疑他的决定，鞭子早就抽过来了。行吧，算你有理，我现在就去给你烤肉，别忘了昨天算1次，算今天这顿就2次了。不用了，我喉咙不舒服，吃不下烤肉，吃点山洞里的野果就行。吃完我们就赶这几个反派，想留在身边就是个大隐患。可在找到阿父之前，还不得不和这几个反派周旋。你们要用兽形赶路吗？用兽形赶路，全力飞驰的话，7天能到阴祖部。你要是不急，我们可以保持人形步行。急，他必须要尽快找到阿父，要不然阿父会有危险。那就用兽形吧，能快一点是一点。用兽形赶路可以，那你打算坐谁的背上？滑腻腻的，看着就恶心；呆板的像块木头，红毛像染了血，看着就晦气。他不觉得他们受了这些羞辱后，还心甘情愿载他赶路。眼下唯一的办法，只能再用滴血当诱饵。坐我背上吧，我的鬃毛长，你好抓。等他坐上来，他可以故意颠几下，让他尝尝骨头。他可没忘掉他之前是怎么嘲笑他的兽形的。好，我不会白做的，做2天我就给你滴1次血，绝不反悔。当然，明天你也让我做，你就可以滴血上。明天晚上虎袋是用来掩盖空间的，万一他要从空间里拿出东西，有个兽皮袋好解释。其他人把山洞里的东西都带上吧，兽肉、兽皮还有盐都装起来。不愧是兽氏的雄性，兽形也这么好看。抓好了。抓好了。女性的身体贴得极近，柔软的触感传来，像一片温热的云轻轻覆在她背上。她的呼吸带着浅淡的清香，偶尔有几缕微卷的紫色重发扫过她的脖颈，痒得她心头发麻。他知道没有兽形的雌性的体力很差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弱。只不过是趴在狮子的背上，就有点支撑不住。你打吧。打你？为什么要打你？
他让他坐在背上受了这么大的苦，他都吐了，手臂还在抖，他竟不打。你真不打？这要是在以前，光拿皮鞭抽哪里会解气？至少要在皮鞭上沾上盐水，或是拿烧红的木棍烫吧。他又不是原主，可没有打人取乐的痞少。再说这几个恨不得弄死他的反派，他哪敢打？就算一爷有受虐倾向，喜欢被鞭子抽，他现在也没有力气打他。我累了，想歇会儿，别吵我。恶毒的雌性第一次出门，坐在雄性的背上，被颠簸到脸色惨白。可他不仅在路上没有一句谩骂，刚开始他们以为他只是吓到了，从雄性的背上下来，应该就会发脾气。结果不仅没拿鞭子打，就这么可怜兮兮的靠在大树上睡着了。不管他们对他的情感如何，只要节气兽印还在，他们就必须保护他。饿了吧？尝尝看，这次放了兰溪制的盐，味道应该比昨天好。饿了吧？尝尝看，这次放了兰溪制的盐，味道应该比昨天好。明明眼底藏着化不开的恨，脸上却总能挂着迷惑人的笑，跟戴了张面具似的，看得他心里发毛。好吃。你们怎么不吃？带的肉不够，雌性自己吃还可以，那点肉可不够雄性吃。不够？那你们怎么不去狩猎？没有出来狩猎过的雌性还真是无知。我们晚上到了地方再出去狩猎就行。现在狩猎，天黑前可赶不到休息点。天黑之后猛兽出现概率会提高，会很危险。什么都不吃赶路怎么行？他们又不是铁打的。思琪，这些肉够你们吃一顿吗？就算雄性再能吃，这么多肉还不够他们吃一顿。以前他可不是这样的，他只会把装备的肉独占。现在他不仅主动打开装肉的担子，还问够不够，甚至要分肉给他们。这些肉，我们要是一顿吃完了，你晚上就没有吃的了。你们不是说晚上到了休息点就会出去狩猎吗？夜晚狩猎并不容易，夜里碰到的大多是高阶猛兽，能不能猎到猎物全凭运气。万一没猎到，你不仅今晚没肉吃，明天早上和中午也没肉吃。你都说有可能晚上猎不到猎物，那我不把肉分出来，你们是打算一直饿着肚子赶路吗？吃了，别耽误时间。你们不吃肉，赶路速度肯定会慢下来。我要尽快见到阿父，晚一天就多一分危险，所以你们快把肉吃了。就算你们晚上没猎到猎物也没关系，我可以吃野果，不会饿的。可他的眼神很认真，没有丝毫作假，完全不像在耍什么花样。这是黎月的新把戏，等他们吃完肉就拿出鞭子说。别愣着了，你们不吃，我可要吃了。对了，吃肉的时候别忘了撒点盐，赶路会出汗，不补充盐分容易没力气。兰溪制的盐刚好能用上。不管黎月是为了赶路，还是藏着别的心思，几个雄性确实太久没吃过一顿饱饭了。吃吧，吃完早点赶路。不得不说，兽市的环境是真的好，没有一点污染，随便一条小河都干净的能直接喝。原主本就不爱洗澡，加上这一路颠簸，他出了不少汗，身上的兽皮蛐蛐都粘在了身上，又闷又热。这会儿看到河水，只想赶紧跳进去洗一洗。思琪，我可以下去洗澡吗？你要洗澡？身上太黏了，洗一洗舒服点，也不耽误赶路，很快就好。河里可能有危险，我跟你去。河里可能有危险，我跟你去。你们先吃，吃完我再洗澡。黎月向来不爱洗澡，阿父离开后，几位节气兽夫更是不敢主动提及。更令他们震惊的是，他非但主动要洗澡，还特意询问了思琪的意见。谢谢，我很快就洗完，不会耽误太长时间。看来节气兽印的制约还是很强，不管他们心中怎么恨，还是要保证他的安全。从提出解气到给雄性分肉，再到现在的道谢，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很奇怪。可人怎么会一夜之间变这么过？是新的手段，还是他真的不一样了？你们能不能转过身，不要看我脱衣服？我在岸边守着，有动静会提醒你。我去那边看看有没有野兽踪迹。毕竟雌性在河边洗澡有危险，他还是得防着点。并不是他想偷看雌性洗澡，他咬了咬牙，心里告诫自己，他忽然提出洗澡，一定是故意勾引。小心！李月的眼眸里没有往常的避孕，只有纯粹的害怕，像受惊的幼兽。兰溪，救我！我给你滴血3次。他知道兰溪最在意的是解气，此刻只有滴血才能最快唤起他的行动力。小心他的尾巴！
兰溪，你快去帮忙，我能自己游上岸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们都会被巨鳄蟒重伤。兰溪他一直在护着我，才没法全力战斗。你能游上岸？我能行。他本就是绿阶兽人，在水域里如鱼得水。更关键的是，作为人鱼族，他虽不是祭司，没有治愈力，却可以有战斗的精神力。这精神力能精准干扰凶兽的神经，让他在熟悉的水域里也失了往日灵活。趁现在！和绿阶猛兽战斗，精神力消耗极大。此刻只觉眉心发沉，却还是第一时间看向暗烈，确认离月安全后才松了口气。兽皮袋里有止血草药，你们先止自己的血吧。他都受伤流血了，让他们先止血。他倒不是真想连自己都顾不得就想着他们，而是他的伤口还有用处，还不能止血。我先给你止。李月，先不用。至于为什么不一次滴完3次，这是规则，滴血无法一次完成，一天最多能滴1次，这也是为什么雌性不愿意滴血解气的原因。答应你的3次滴血，这是第1次，明天和后天我再补剩下的2次。他原本以为他说的滴血只是情急之下，怕他不救他而随口说出来的，哄骗他的。可现在他不仅遵守承诺滴了血，还承诺滴满3次。他在制盐时滴过1次，加上这3次，再凑够6次就能彻底解气，摆脱这个曾经折磨得他生不如死的雌性。你不疼吗？你不疼吗？他怎么会不疼？巨鳄蟒的獠牙划过时，像是连皮肉都被撕开。刚才看着几个兽夫比他更重的伤，他没好意思说疼。可兰溪这一问，委屈瞬间就涌了上来。思琪，你能帮我治一下吗？我给你滴1次血。先止伤，别乱动。可是没有可是。这是他第1次体验精神力治疗，比他想象中神奇太多。显然，一个口头上的谢谢无法打动反派。明天给兰溪滴血的时候，会给你滴血。绿阶的，看来我们运气不错，杀了一只绿阶猛兽就得到了兽精。巨鳄蟒体内得到的绿阶兽精，给你。雄性不管猎到什么等级的猛兽，兽精都要交给节气的雌性。要是透明兽精就好了，能直接增强体质。他现在这弱不禁风的身子，实在经不起再一次的危险。可转念一想，绿阶兽精本就稀有，已经是运气爆棚了。你们都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思乔的黄阶兽环泛着淡橙光，显然刚从池阶突破不久。池玉和夜夜的兽环是纯粹的明黄。这枚兽精给你，你离绿阶最近，有了它，应该能直接突破吧？真的把它给我？可要知道，这可是珍贵的绿阶兽精，可以换很多东西。可离月竟把绿兽精给他，而不是拿去换东西。你们现在战力太弱了，刚才对付一只绿阶猛兽就这么吃力，要是再遇到更厉害的，我们根本撑不到找到阿布。你突破到绿阶以后，赶路也多份保障。所以他这是嫌弃他们实力不够，没法护着他。可不管他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他的阿父，还是真的为他们考虑，这枚兽精对他来说都是雪中送炭。凭什么给优力啊？我也想突破，我跑得比他快，背你赶路也更稳。离月，下次有兽精能不能优先给我？你们应该也能看得出来，优劣离绿阶就差1步。他用这枚兽精可以升到绿阶，多一个绿阶雄性，我们就多一份保障。下次再猎到兽精，我也会根据你们的等阶分配兽精，你们有意见吗？原以为他赠优劣兽精只是随性之举，没想到他早已想好分配方式，全然没想他去换东西。这样分配很合理，能最快提升战力。作为唯一的祭司，他最清楚多出一个绿阶雄性意味着什么。下次再遇到像巨鳄蟒这样的猛兽，他们就不会再像今天这样狼狈。突破后遇到高阶猛兽时，我会率先处理，不会藏私。你们都受了伤，现在还能赶路吗？要是不能在天黑前赶到休息点，就麻烦了。止血草敷了好一会儿，血止住了，应该不会影响背你。剑野自然不是真心想背他，不过是想早点让他滴血解气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，争取天黑前找到休息的山洞。出发吧。他还以为下午还要吐一回呢，身在河边贴在肩头，可耳根还是不受控制的红了。怎么了？中午把带的兽肉都吃完了，现在得派2个人出去狩猎，不过天黑了，不一定能猎到。他其实想看看，他这么说，离月会不会发脾气？我吃点野果就行，我困了，我要睡觉。晚餐你们自己解决，不用管我。要是饿了就再吃点，我会尽快回来。对不起，我好像发情了，我需要雌性的安抚。看来他真的是发情失控了，不是故意轻薄。兽氏雌性之所以尊贵，除了雌性稀少、拥有生育力之外，
更在于雌性的安抚能力。雌性的兽环和雄性不同，没有等级颜色，只有一道黑色圆环，环越宽，安抚力越强。而它手腕上的兽环细得像根缝衣线，几乎看不见，安抚力弱到可以忽略不计。雌性基本靠和雄性的身体接触来安抚，身体接触越密切，安抚效果越强。以它现在的兽环，如果想要安抚好优劣，估计需要和它结合才行。可它都要和它结界了，不可能为了安抚而和它结合，放任它失控，它可能会被体内的狂暴因子弄发狂。可靠近安抚又要做亲密接触，它实在别扭。撑不住，你能不能让我抱一下？你能不能让我抱一下？如果你只是抱着我睡一晚，不做别的，是不是也能起到安抚作用？可以，只要能靠近你，不用做别的，就能稳住体内的狂暴因子。抛开他反派的身份和刚才的冒犯，单看这身材外貌，好像他也不算亏。那你变兽形吧，用兽形抱着我睡。好。他没想到黎月会真让他靠着睡觉，也不害怕他的兽性。而在他的印象中，雌性都是讨厌蛇兽人的，也因为如此，蛇兽人也是天生的流浪兽，没有部落，找雌主只能靠抢。只是没想到有一天他会变成被抢的那一个，抢来给雌性当受妇。这土地一看就是可以种植物的，看来它马上就可以蔬菜自由了。黎月，醒了吗？刚烤好的，还热着呢，你快尝尝。你们昨晚猎到野兽了，我还以为天黑了不好找呢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感觉它的兽环似乎变宽了一些。你们呢？都吃过了吗？够不够吃？要是不够，我这里还有野果。够吃，我们早就吃过了，特意给你留了最嫩的部分。你放心，你做饭的次数我都记得。算上这一顿，你已经做了3顿饭，再做2顿，我就会给你滴血。是还有其他的事情吗？优劣发情了，你昨晚……清晨几位兽夫都撞见优劣从黎月的山洞走出，看得出他刚度过发情期，却全无狂暴因子带来的戾气，明显被雌性安抚过。池玉发现黎月身上并无优劣的兽印，二人并未真正结合，而是用了其他方法。优劣的事情我知道，我昨晚安抚他了，他今天状态怎么样？还能赶路吗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能耽误行程。我可以赶路，但我需要安抚。我可以赶路，但我需要安抚。今天我带着你赶路。等一下。你蹲下来一点，这么高，我怎么滴血？兰溪的皮肤白得像玉器，睫毛长到能扫到眼下的皮肤，连唇色都是淡粉的。明明是能和绿阶猛兽抗衡的强者，却长了张能让人失神的脸。好了，别乱动。反正已经破了，多滴一次也省得下次再划开。快蹲下来点，我给你滴血。他本以为他昨天只是随口一提，下次再滴，没想到他还滴到这儿。你真要给我滴血解气？当然，你蹲下来一点。他这是干什么？他不会是有吸人血的癖好吧？说起来，他倒是有兽皮靴子，但太过厚重。这个天气实在是无脚，加上雌性平常也不用走路，他就干脆没有穿。没想到优劣竟不知何时扒下来了巨鳄蟒的皮，还给他制成了新鞋子。只是优劣为什么平白为裤给他做鞋？但很快他就明白了为什么。优劣还在发情期，他昨晚也算安抚了他，加上这几天还需要他的服务，估计是为了讨好他。这是给我做的鞋吗？我可以试一下吗？给你的。你试试合不合脚？特别合脚，谢谢你啊！不管是安抚的回报，还是刻意的讨好，至少制作鞋子，优劣是费了心思的。而且这双鞋子他的确也很喜欢。说谢谢了，他还接受了优劣送他的鞋子。李月对优劣的态度明显转化了，他到底是真心喜欢这双鞋，还是另有企图？算上这次，你已经帮我处理2次伤口了，再帮我包扎1次，我就给你滴血。说到做到，怎么还不乐意了？我昨天背了黎月1天，本来今天再背1天就能滴血，现在换成你带黎月，看来你很着急和他解气。现在换成你带黎月，看来你很着急和他解气。要是变回蛇形，光溜溜的鳞片上连点能抓的毛发都没有，要怎么到他的背上去？原来兽形还可以这么变。昨天还是黄阶边缘的兽环，此刻竟彻底变成了深绿色，泛着淡淡的光泽，显然是吸收了绿阶兽精后成功突破了。还没到发情的季节就莫名发情，应该是和一下子突破等阶有关。兽氏雄性突破时，体内能量波动剧烈，确实容易引发失控，加上他本就快到发情期，说不定是2者叠加才让他控制不住。没注意，抱歉，这地上石头太密，你还是搂着我的脖子吧，免得摔下去。优劣是故意的，但优劣的这种故意和他为了为难雌性，故意找不平坦的路奔跑是不一样的。优劣是怎么了？非但没收敛，反而之后脑子进水了。
明明昨天进空间时还是浓雾弥漫的5平米小角落，今天一进去就变了样，黑土地泛着光泽，角落还多了亡灵泉。到底是什么事情触发了空间的升级？难道是昨天被巨鳄蟒咬伤时流的血？可他记得血并沾到项链上，还是说和尤里接吻有关？比起被猛兽咬得钻心的疼，他宁愿是接吻触发的，毕竟受伤的滋味太难受了。怎么了？冷了？没有，不冷。我们大概还要走多久？能到休息点？穿过前面那片橡树林，就能看到一条小溪，溪边有几个大岩石能遮阳，我们就在那里休息，应该很快就到了。打算休息的时候再试试空间里的灵泉水，看看到底有什么作用。划伤的手指虽然包扎过，但还没有完全好。要是灵泉真有疗伤功效，以后在兽世生存也能多份保障。可一想到灵泉只有极底水，他又忍不住琢磨空间升级的法子。亲一下真的能让空间升级吗？昨天接吻后，空间确实变了样，可万一只是巧合呢？他刚才在想什么？太危险了，差点就忘了，他可是心狠手辣的大反派。别看这几个反派表面看似还算恭顺，那都是因为有伴侣兽印制约着，一旦解气，他就会被折磨得很惨。空间小点就小点吧，先找到阿父再说。我带你下水，怎么样？我带你下水，怎么样？绿阶兽人实力不弱，对付普通绿阶猛兽绰绰有余。按理说跟着他下水会很安全，可昨天巨鳄蟒突袭时，蓝心的瞬间内的怔愣总在他脑子里打转。人鱼族本就擅长水性，怎么会反应不过来？那迟疑的一瞬，更像故意借猛兽的手要了他的命。不用下水，我用木桶洗就好。谢谢。这样吧，以后你帮我接5次洗澡水，我就给你滴1次血，怎么样？这是什么表情？难道5次太多了？池玉做5顿饭才给滴血，接洗澡水比做饭轻松，5次换1次，真的不多。看来他是真觉得多。有了这灵泉水，就算以后和他们解切，遇到小伤小痛也能自己处理，在兽世生存总算多了份保障。要是能再冒出来些就好了。昨天接吻后空间就升级了，要是再试一次，他还在发情期，亲一下说不定能加强安抚效果，他应该不会拒绝吧？万一只是巧合，反而惹他不满，得不偿失。璃月，璃月，思琪，其他兽夫都是陆地或水中兽人，根本追不上会飞的猛兽，只能在地面上急得团团转。也不知道黄阶的撕妖能不能打得过绿阶的猛兽。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快去帮思琪，别让他再飞起来。幽烈是绿阶，有他加入，一定能压制住铁尾雕。看好他。我目前是几人中战斗力最弱的，留在璃月身边最稳妥。你再忍忍，等思萧缓过来，他可以用精神力帮你止痛。只要保持住优势，不让铁羽雕重新飞上天，他们一定能赢。忽然想起空间里还剩几滴灵泉水，只是池玉还在身旁，没机会悄悄取出来疗伤，只能咬着牙继续等。他们的运气太好了，遇到2只猛兽，2只都有受精。加上这次，你已经帮我包扎3次伤口了。之前说好的3次就给你滴血，现在刚好有血，先滴了吧，省得等下伤口结了痂，我还要再划开手指，会疼。伤口还在流血，他不想着先止血，反而惦记着给他滴血，他就这么迫不及待和他解戒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惦记这个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惦记这个？明明之前无数次盼着解切，盼着摆脱伴侣兽印的束缚，可此刻真的靠近一步，他却没有半分高兴，反而心里空落落的，连呼吸都带着点疼。思琪暂时无法给你治愈，我先用草药给你包扎一下。毕竟都给他滴了血，他给他包扎也是应该的。而且比起一直流血，尽快止血包扎，疼痛才会减轻。他只是精神力耗尽，没有受伤，估计睡一觉就好了。石玉，你把铁羽雕的绿晶给思琪，让他吸收了，说不定能醒得快些。虽然这是枚绿晶，但就算思琪吸收了，他也无法升级。你确定要给他吗？只有思绪不是被璃月阿父强行抢来的，他们早就认识。结契虽也带着强迫，却和其他人的关系还是不一样的。或许对璃月来说，思绪本就是特殊的，就连珍贵的绿晶都愿意毫不犹豫的给他，哪怕绿晶只能恢复精神力，不能升级。看来这枚兽晶没白用，再攒1枚绿阶兽晶，他说不定就能升级了。你醒了？刚才璃月把铁羽雕的绿晶给你了，现在精神力恢复的怎么样？他很清楚绿晶的珍贵，
我帮你治疗。不用，优劣已经给我包包扎过了。你刚恢复精神力，先给他们治伤吧。他们伤的比我重，早点治好，我们也能早点赶路。不耽误赶路的最好法就是用精神力治疗几个受了重伤的兽夫。他的伤势可以偷偷拿灵泉水治好。他刚才晕过去前，清清楚楚看到黎月的烟头，那伤口绝不算轻，可他却宁愿自己忍着疼，也要先让他给其他兽夫治疗。这个做法可一点都不像他。如果是胸前，别说是这么重的伤，冷了热了都会拿他们出气。刚才吸收了绿精，精神力恢复了不少，给你治完，再帮他们简单处理一下，不会耽误赶路。那好吧，虽然他有灵泉水，但量太少了，他也不知道那几滴水能不能让伤口痊愈。既然司区说不耽误赶路，他当然也不愿意委屈自己。好了，给我疗伤应该花了不少精神力，还能给他们治疗吗？会不会影响赶路？他们的伤只要简单处理一下就行，用不了多少精神力，不会耽误赶路。快吃吧，刚烤好的，补充点体力，等下好赶路。池月，你已经做了4顿饭，再做一份，又给你滴血。不用了，我让静野背我吧。看悠悠是神色如常，暗红眼眸也褪去发情期的躁动，料想他状态已然稳定，无需再靠肢体接触安抚。总被他抱着本就让他不自在，再加上他今日无端凶他，他也有脾气，他难道还要贴上去？然你喜欢静野，那就让他吧。你能背我赶路吗？虽然今天只剩半天，但我算你1天，明天就给你滴血。好啊。印野，今晚我们要在哪里休息？快到鹿族部落了，我之前和鹿族的族长打过交道，他应该能让我们在部落借宿一晚。在部落借宿总比在野外安全，还能找机会问问有没有阿父的消息。他的做法一点都不像他，也不知道到底在图谋着什么，一点破绽都没有露出来。是金野啊，好久没见了。我们想在部落借宿一晚，明天一早就走。雌性在兽世本就稀少，像黎月这样好看的雌性更是少见。快进去吧，族长肯定欢迎你们。欢迎欢迎，我是鹿族的族长，我叫青山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打量着黎月，心里暗暗盘算，整个鹿族部落也就10几个雌性，要是能让这个雌性留在部落，对部落来说可是天大的好处。青山族长，我们只是想借宿一晚，打扰了。不打扰，你们能来，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这栋房子是空着的，你们就住这里吧，里面收拾过了，还算干净。青山族长，不用这么麻烦，给我们一处没人住的小房子就行，我们明天一早就走。不麻烦，这房子本来就空着，你们就安心住下。对了，今晚部落有篝火晚会，黎月雌性要是有兴趣，也可以来参加，热闹得很。心中却想着晚上就去意思意思，早点回来休息，应该不耽误明天赶路。阿父，你找我有事？部落里来了个漂亮又和善的雌性，你可得把握住机会。阿父，他身边已经有5个兽夫了。我看那雌性身上没有雄性的兽印，说明他还没完全接受那些兽夫。部落里来了个漂亮又和善的雌性，你可得把握住机会。阿父，他身边已经有5个兽夫了。我看那雌性身上没有雄性的兽印，说明他还没完全接受那些兽夫，而且那些兽夫里只有2个绿界，你的兽环快升级了，你一定有机会。因为鹿族部落有晚会，晚会上由部落鹿族狩猎队在雨季前猎到了足够多的猎物而举办。一般在雨季来临之前，时恐已入雨季，他打算趁现在用好空间囤足兽肉野果，再在空间黑土种植蔬果，安稳度过雨季。晚会人多，路不好走，我抱你过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走，他又不是残疾，这点路没必要让兽夫抱着过去。他又不是非抱他不可，他不过是因为他们在部落中避免别的兽人说闲话。在部落中有夫的雌性参加晚会时，如果独自走，其他雄性会以为你和兽夫关系不好，容易过来纠缠。他还真不知道兽界有这种规矩。虽然他早晚要和这些兽夫解禁，但在陌生的鹿族部落，要是被人看出他们关系疏远，指不定会有麻烦。本已做好被他拒绝甚至迁怒的准备，不料他格外温顺，默然任由我。毕竟在兽世，雌性本就稀少，黎月是外来雌性，身边的兽夫也少，加上黎月出众的外貌，一出现，许多单身雄性已经移不开目光了。雄性视力敏锐，很快便察觉黎月锁骨并无兽印。雌性与首位兽夫结契后，锁骨必会留下兽印，他锁骨光洁，显然尚未与身旁兽夫真正结契。黎月雌性，我是鹿族的青泽，部落为你们预留了位置，我带你们过去落座吧。不用麻烦，你只给我们位置就行。就算他们和黎月的关系不好，他们也还没有和他完全结界，还轮不到一个陌生雄性来追求他。对他而言，谁带路都一样，没必要为此争执，反而容易暴露他们之间的疏离。就在那里，靠近烤肉架，取食方便。小雌性，我是鹿族的石友，已经是绿阶了。你身边的兽夫可未必有我能护着你。你愿意和我结契，做我的雌主吗？你愿意和我结契，做我的雌主吗？抱歉，我暂时不需要新的兽夫，你们还是回去吧。听到了吗？他说了不需要，有我们护着他就够了。你们别白费心思了。不管他是什么目的，在解期前，我们是他的兽夫，不管有没有恨意，我们都会保护他。他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增加新的兽夫。快吃，刚撕好的，不烫了。虽然不知道黎月打的是什么算盘，但至少他拒绝了几个鹿族雄性，给他点肉也没什么。好吃，谢谢你啊，静野。他在夸他，真心的。那是彩羽禽的肉，比兽肉更嫩，你要不要尝尝？我去给你扯一下去。好啊。渴不渴？那边有水，我去给你拿。不用了，
我自己去拿就好，反正也不远。建爷给他递烤肉，他欣然接受。他想给他拿水，他就要自己去，他就这么厌恶他。刚才在溪边对他的疏离还不够，连这点小事都要划清界限。璃月雌性，这是用密补过鸭的汁水，你想尝尝看吗？蜜浆果甜得很，部落里的雌性都爱喝，冰镇过的，解腻又解渴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但不用了，我的兽夫们会给我准备的。这话其实是随口找的拒绝李亚，根本没指望几个反派大佬会给他榨果汁。这么说不过是想让清泽知难而退。果汁我们会给他弄，你还是把你的汁水带走吧。璃月明明想喝，只是在故意拒绝他。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觉得你吃了烤肉，喝这个刚好解腻。这罐我留给你，什么都不要，你收下就好。不收吧，果香实在勾人。可收了，清泽会不会以为他对他有意？他说了，只是送你解腻，没别的意思。你要是想喝就喝吧，不用有负担。喝了也不用和他结气吗？当然不用，只是喝一罐果汁就要结气，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能结气的雄性。你们想尝尝吗？我想尝尝。蜜浆果汁的甜意里，似乎还混着璃月身上淡淡的金香，比单纯的果汁甜得更勾人。喝完了，我明天给你压。没事，我已经喝饱了，不用特意弄，要不然又要滴血了。划手指也挺疼的。要是我能有这样的雌主就好了，哪像部落里的雌性，稍微伺候不好就又打又骂。别想了，没看见石勇他们被拒绝了吗？他身边的兽夫护得紧，我们没机会。他们口中乖巧懂事的雌性，其实比任何一个雌性都狠辣暴虐。以前的璃月可暴虐得很，根本不是其他雌狮能比的。只是这个变化，不知道带着什么目的。原主是流浪兽带大的雌崽，没在部落生活过，所以也没见过其他雌性。好不容易到了别人的部落，肯定是要看看兽蟹的雌性。这么凉的肉怎么吃？再去给我烤一块，要是再烤不好，我就把你的兽皮扔了。是，我马上就去烤。原来兽蟹的雌性都这么骄纵，原主虽然暴虐了点儿，但也不是个例。不得不承认，兽氏的年轻雄性颜值都很高，但和他身边的几个反派比起来，还是差了一截。不得不承认，阿夫的眼光是真不错，要不是在他穿来前，原主已经得罪透了几个反派，他都想留着了。他还真想在陆族长收服，他在看他，是不是说明他有机会？他还真想在陆族长收服，他在看他，是不是说明他有机会？我们回去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出发。你们这是要走了？谢谢族长和部落的款待，我们明天还要赶路，就先回去休息了。他还没找到机会再和他多说几句话，怎么就要走了？你还有事？他眼里没有丝毫犹豫，显然是真的不想多留。他暂时不会增加兽夫，你走吧。那明天什么时候出发？我来送送你们。不用了，我们明天走得早，就不麻烦你了。清泽也没有表白，也许他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思琪现在愿意抱我，不过是为了应付部落里的雄性，演给外人看的，根本不会愚蠢到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给他听。也不能让5个雄性挤这么小的房间。别去小房间，那是关犯错雄性的房间。你要是不想和我们住一个大房间，我们可以去外面睡。现在他们住在陆族部落，他们要是在外面睡，明眼人都能看出他们关系不好，指不定又会有雄性来纠缠他。不用去外面睡了，你们在大房间受刑睡觉，我也在这里睡，还能掩人耳目。他并不担心他们会对他有什么想法，有兽印的制约，他们应该是不会杀他的。以他们对他的恨意，更不可能会有什么非分之想。我来铺就好，这样睡着就不饿了。他这是在讨好他。谢谢，晚安。那是他刚才喝果汁时特意从果渣里挑出来的，没有浇水，种子怕是发不了芽。尤烈，他怎么了？他还在发情期，得到的安抚不够，他体内的狂暴因子发作了。他还在发情期，得到的安抚不够，他体内的狂暴因子发作了。他上午看优烈没什么异常，还以为他已经稳定了，才找金野背他，没想到又突然发作了。早知道会这样，下午就算再别扭，也该让他抱着，至少不会让他发作。那明天还能出发吗？如果他明天早上还没恢复，我们带着他赶路会很慢，可能要多耽误2天。我来安抚他，但他现在这样太吓人了，你们一定要把他绑好，别让他伤到我。没想到璃月看到忧虑发狂之后还会愿意安抚，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甚至想过离会不会说丢下他走。好，我们会确保他伤不到你。他真的成功安抚住了优烈。刚才是优烈亲了他。我恢复了，不用绑。你要是真恢复了，能保证不亲我吗？他们以他会发火，之前他连和优烈靠近都不愿意，可现在不仅没生气，反而只是提了一个不要亲的要求，不亲就只是抱着你睡，跟之前一样。行，那解开吧。他和优烈不是第一次亲了，亲都亲了，没必要矫情，反正他还得继续安抚他，不然明天会耽误赶路。至于为什么不让他亲，主要还是因为他还在发情期，他怕他会失控。优烈亲他的原因，大概是因为他的发情期和身上的狂暴因子导致的，他也没有多想。我还惦记着空间里的蜜浆果种子。
比起抱着一条大蛇睡，肯定抱着帅哥睡更好。虽然这个帅哥是危险的反派，但目前有兽印制约着，对他也没有什么威胁。别搂这么紧，我喘不上气。别搂这么紧，我喘不上气。只能这样，再松就没安抚效果了。万一夜里再发作，他可不想再经历一次刚才的混乱，更不想耽误赶路。难道是刚才引入清水的缘故，还是因为和优劣接吻的缘故？不管是哪种，空间变大是件好事，以后能种更多东西，囤更多物资了。他就这么抱着优劣睡着了，可优劣刚才还发狂过一次，明明很危险，他就这么放心。居然还有保鲜功能，有了这功能，以后囤再多兽肉野果都不怕坏，雨季的食物问题彻底解决了，说不定以后还能靠空间囤货和其他部落换物资，发家致富的不是吗？之前怎么没发现他竟这么好看？晚会上看到那些鹿族雄性盯着他看时，他心里的郁气翻涌。现在想来，应该是因为他不想把他让给其他雄性。现在的璃月完全满足了雄性对雌主的所有幻想，温柔、快巧、又懂漂亮，会让他的本就雄性追求他。如果他能一直这样，不变回以前的模样，他愿意放下过去的这样的仇恨，一辈子留在他身边。对璃月得寸进尺的样子有些碍眼，优劣动心了。他一定是想让他们先动心，在他们动心之后再折磨他们。这种方式的确会让他们更加痛苦。优劣显然已经动心了，他可不能陷入他的陷阱。虽然一直觉得璃月是个蠢笨的雌性，可这次突如其来的变化却看不懂了。我刚烤好的，不烫了，先吃点垫垫肚子，吃完就出发。你们都吃过了吗？都吃过了。青山族长把昨晚烤剩下的瘦肉都给我们了，够我们今晚和明天吃，今晚不用去狩猎。那太好了，不用耽误赶路，你们也不用半夜跑出去找猎物。就差点忘了他以前的恶毒。算上今早这顿，我已经给你做了5顿饭了。你之前说5顿饭换1滴血，我记着呢，等我吃完就给你滴血。划开手指的伤痕虽然不大，但这么频繁划开，容易得破伤背，还是要洗净才行。对了，兰溪呢？上次给他滴血还没完成，这次一起吧。他们都在外面收拾东西，我去叫他们进来。璃月叫你们进去。他就这么滴完了，没有别的要求。该你了，今天滴完刚好3次。这次滴完就4次了，你确定要滴？当然，不是说好了给你滴3次血？好了，答应你的3次滴完了，后续会根据你的表现，会继续给你滴血。按照目前的进度，你应该是最先解气的。不过6次也够在解气前找到阿父了，可能是因为他性子本身比较冷吧。静野，你靠近点，我给你滴血。昨天答应你的。他们应该也都相信他说的解气不是骗他们的吧？毕竟空间灵泉不能明着用，总不能让指尖一直流血。优劣之前一直都冷硬的像块冰，没想到现在包扎伤口都这么细致温柔。你包扎的真好，要是以后都按这个标准帮我处理伤口，包扎2次就给你滴1次血，怎么样？毕竟之前说的是包扎3次滴1次。怎么了？嫌少吗？要不……时间不早了，再耽误下去赶不到下一个歇脚点。要是没别的事，我们该出发。等等，出发前我找青山族长问件事情。我去请他过来，快去请。不用，是我有求于人，该我过去找他。你知道他住哪儿吗？好了，我带你过去，快些。因为他发现他几乎是下意识的向璃月伸出了手，像是要抱他。他在干什么？他是不是疯了？璃月族性，你是来找我阿父的吗？青山族长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昨天多谢部落的款待，以后有机会一定报答。客气什么？昨晚的误会本就是庆祝狩猎丰收，你们能来也是缘分。青山族长，我阿父是蝎肉人领川，之前去了鹰族部落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他的消息？领川，你是他的雌崽？是，他是我阿父。璃月的阿爸灵川是稀有子阶兽人，大陆仅有2位，另一位是万兽城兽王，因此部落里的兽人们都听说过领川的名字。他去鹰族之前确实来过我们部落，说要去鹰族给雌崽寻找靠谱的兽夫，还说会在雨季前赶回来。原来林川真去鹰族给璃月找兽夫了。林川认为璃月虐待他们是因为他们不靠谱，他怎么就不能想想是自己的雌娃有问题？璃月这么急着去找阿爸和他们解气，原来是想另找兽夫。青山族长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以后有机会一定报答。哎，等等，让青泽跟着你吧，他还没有节气，是绿阶雄性。等等，让青泽跟着你吧，他还没有节气，是绿阶雄性。我的兽夫已经够了，他们能保护好我，我暂时还不想找兽夫。你这么优秀，一定能碰到更好的雌性的。不想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徒增失落。昨晚见识过雄性发狂的模样，璃月也怕优劣再度失控，抱着能安抚他也省了麻烦。反正坐谁的背上对璃月来说都一样，要是优劣抱着能安抚他，那就抱着吧。停一下，拿着挡太阳。优劣长得这么帅，拿着笑起来更养眼。要是原主没造那么多孽，他其实是个很合格的兽夫，真是可惜。以后想要什么就说，等我猜不就完了？这话听着像真正的兽夫对雌性说的，毕竟他不是他真正的兽夫。不过是一片叶子，他就高兴成这样。看优劣的眼神，已经满眼都是璃月了，嘴角都快扬到耳根了吧？优劣生真蠢，便忘了雌性从前的所作所为，还以为真心待他就能换来领情。兰溪是海族兽人，一定也怕晒。
要不然也不会一直泡在水里。因此刚才让优劣多摘了一片叶子。没想到黎月会特意多摘一片叶子给他，毕竟连鳞片都被拔了，一片叶子怎么可能化解他的恨意？南路一上午满身尘土汗臭，本想下河洗澡，可前2次洗澡都遇猛兽袭击，心生恐惧。你想洗澡吗？我来护着你，不会有危险。兰溪身为海族兽人，水中实力最强，有他庇护本是最靠谱。可上次他河中遇险遭猛兽咬伤，皆因兰溪迟迟未出手，想来他心存怨恨，反倒巴不得他丧命。不用了，我晚上再洗吧，现在也不是很着急。他是不是误会他了？他那天也许只是没来得及反应，他实在没法不动。要是想洗，我能用精神力给你布个防护罩，能屏蔽你的气息，不会引来凶手。真的吗？那防护罩会不会很多消耗你精神力？放心，只是小范围的短期防护罩，不会耗费太多精神力。你快点洗就好。好，我一定很快洗完。你们能不能转过去一下？小心！小心！谢谢。就算他是因为兽印的制约不得不对他好，是不是太过细心了些？洗个澡都能滑倒，还光着身子被优洛抱上岸，说不糗是假的。反正和这几个反派早晚要解切，他们对自己只有恨意，就算看光了，在他们眼里说不定和看块五花肉没差别，没必要纠结这点小事。先吃点肉垫。月前日子不富，却有很多美味吃，如今顿顿烤肉，他反倒格外想念一碗白米饭。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不是，很好吃。要是有其他食物就好了。你想吃什么？不用，我就是随口说说，烤肉就很好了。他自会直言所求，可眼前都是想取他性命的反派大佬，他不敢随意使唤，怕他们记记恨，只需再忍几日便能见到阿父，解气之后再跟阿父讨要吃食便好。他好像终于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。黎月忽然变了，从以前的暴虐骄作变成了现在的懂事温柔，可他的这温柔里裹着一层看不见的疏离，对他虽然很客气，却也没把他当成自己人。就像现在这样，明明不想吃烤肉，也会违心的说好吃，就算有想吃的，也不会说出来，是因为他只是激情解饥的兽夫，还是有别的目的？要不我们先收拾东西吧，等优烈回来就直接赶路，别耽误时间。优烈进了密林的时间也有好一会了，可别耽误了赶路。他没想到优烈居然还找来了鼠类，这东西煮熟后粉糯香甜，刚好能解烤肉的腻，太好了。喜欢？喜欢，太喜欢了。他打算晚上找机会把它们种在空间里，这样以后他就可以实现鼠类自由了。你等着，我去洗，很快就好。谢谢你，优烈。不用谢，以后想吃什么就跟我说，不用不好意思。以后想吃什么就跟我说，不用不好意思。还没和他们解齐，在外人眼里，他们还是他的兽夫。要是盗窃成了习惯，去其他部落借宿时，很容易被看出关系异常，招来不必要的客气了。好，那我以后不跟你客气了。你想喝蜜浆果汁吗？我给你压。你还会压果汁？你想吃就给你压。优烈，你好厉害！你喜欢，以后果子就都给你压成果汁。他对黎月忽然间的改变也不是完全相信，他也在一点点试探。虽然他希望他真的变好了，但他也担心他忽然地的转变只是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怪麻烦的，还是算了，直接吃味道也一样，反正解禁之后也不会有什么瓜葛。在找到阿父之前，和他们客客气气度过这段时间不会有错。又是这种客气又疏离的态度，是他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？其他几个熊性心里想什么他很清楚，他们不敢靠近忽然变好的他，但是他敢，他始终相信胜利的果实只会属于勇敢的人。他心里不是没有怨恨，毕竟他没少打过他，但雌性稀少，从小就娇惯着长大。就算他和黎月解了气，他也没信心找到一个理想中的雌性。现在黎月就很好，完全超出了他对雌性的预期。他打算赌一把，赌他不会变回以前那个暴虐的雌性。不麻烦，压个果汁麻烦什么？以后我都会给你压果汁喝。谢谢。黎月到底有我有点喝不下了。不仅到现在都没有暴露自己的目的，优烈都快被他哄成胚胎了。那我给你拿着，等一下渴了再喝。我吃。优烈，你快过去帮忙！优烈是绿姐，只有她加入了战斗，他们才有胜算。我躲到那棵树后面，肯定不会有事。你快去帮帮他们！不行，你一个人太危险，万一他挣脱攻击冲过来，你根本躲不开。石玉，你给我一个木棍，我能防身。再不去，他们真的挺不住了。待在这里别乱动，我很快回来。你小心点。待在这里别乱动，我很快回来。你小心点。黎月，疼不疼？
我不是很疼，你们怎么样？伤得重不重？你还剩多少精神力？能不能先给他治伤？没了，精神力透支了，得明天才能恢复一点。李月，直接草没了，你还能不能忍一下？我这就去给你采草药。我没事，不用去采草药，就怕他真会去采草药。经过这次的升级，灵泉水肯定是够用了，不过拿出来就会暴露灵泉水碎的存在。只是解受负伤又那么重，今天不赶了路了，我们在附近找个地方休息，明天一早再赶路。李月，再忍一忍，等四小恢复了精神力，就能给你治疗。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，连自己的伤口都顾不上就给他包扎，而他却隐瞒了灵泉水。高阶猛兽的受精极为珍贵，级别越高，能开出受精的概率就越低。没想到他们这么幸运，次次开都能得到受精。给你。青阶受精很难得，有了它可以让任何一个兽夫升级。这枚青金最适合交给兰溪，她现在是绿阶，有了这枚青金刚好能突破到青阶。上次优劣升级后就陷入发情期，到现在都没结束。要是兰溪也发情，她一个人根本无法安抚2个雄性。绿晶的时候他表现得那么大方，得到更为稀有的。如果我把青金给你，你升级后会不会发情？如果我把青金给你，你升级后会不会发情？所以李月刚才的犹豫不是不想给他青金，而是在担心他会发情。如果是这样，他也能理解他的犹豫，毕竟优劣已经发情了。他也发情的话，以他的兽环等级，估计很难安抚2个雄性，除非他和他们身体结合。我不知道，绿阶整到青阶有一定概率会发情，但不是必然。青金很珍贵，可以在集市换很多东西，你不用给我。比起留着换东西，尽快提升他们的等级才更迫迫。阿父去的鹰族部落靠近黑森林，越往前走，遇到的猛兽级别会越高。给你，尽快升级。他就这么把青金给他了？他知不知道青金的价值？还是说他这次想在他身上涂点什么？万一兰溪真的发情，他该怎么办？找个能休息的地方。不会晚上都要住在树洞里吧？在鹿族部落时住一起是没办法，现在明明可以分开住，不需要挤在一个树洞中吧？之前不都是他们住在外面的吗？但想到他们身上的伤，兰溪要留在这里升级，优劣还在发情期，他们2个留在这里，我们3个出去狩猎。你们身上的伤还没好，今晚不用出去狩猎了，先休息一下吧。如果今晚不出去狩猎，今天晚上和明早都没有肉吃了。一点肉都没有了吗？还有一点，但应该不够吃。我不是很爱吃肉，最近吃肉有点吃腻了，想吃点野果。你们身上有伤，不吃点东西，明天肯定没力气出发。不是肉了不耽误赶路，而且他说不喜欢吃肉，应该也不假。中午给他烤肉，他吃得很慢，明天早上可以吃点野果，应该不会耽误赶路。你身上还有伤，还是吃点肉吧。这点伤没什么，你们先吃，我可以吃野果。他身上的伤还没好，却宁肯啃酸涩的野果，也不肯吃一口肉。他一定是为了让他们多吃一口肉，而不是真的爱吃野果。兰溪，你去吸收青金吧。别担心，青金能让他稳定突破。如果他发情了，你就先安抚他；如果他发情了，你就先安抚他。我的发情期快结束了，不用顾忌。李月，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兽环变宽了？好像真的变宽了，原来兽环还会变宽。会，只是这种情况很少见。会有一些雌性在安抚过伴侣后，兽环会升级，你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。看来也不白安抚，安抚优劣其实也简单，就是平常让他抱着睡觉，抱着睡，不仅兽环可以升级，亲一下还能让空间升级。我看你今天和野兽打斗，却没有趁手的武器。优劣，你打算用它做什么？剑齿龙兽的剑齿很锋利且坚固，可以用来做一把趁手的武器。虽然我不赞同你单独和野兽打斗，但身上多一个武器总是好的。我也无法保证时时刻刻在你身边。你看这硬度，普通野兽的皮毛一划就破，比木棍管用多了。没想到优劣会把这件事记在心上，还特意为它做武器。试试重量，沉了我再削薄木柄。不沉，握着手好舒服，比木棍好用太多了。谢谢你，优劣。我不想要你的道谢，如果你真想道谢，还不如什么？不如来点实际的。如果你真想道谢，还不如什么？不如来点实际的。能看出来优劣动心了，只是没想到他会如此毫无顾忌，完全把他们当成了透明人，明目张胆的在撩雌性。明明说发情期快结束了，那他这次是在清醒状态下亲他。原主之前把他虐得那样狠，哪能凭他这几天态度好一点就能彻底抹去的？而且他和他们才接触了几天，如果说优劣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他动了心，他压根不信，那剩下的可能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他在为解气后杀他做铺的垫。现在对他好，都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，等彻底解气，就再也没有受印的束缚，他还是会杀他。只是因为他身边有个子阶的阿父，他不好动手，但他可以先让他喜欢上自己，等他放松了警惕，他就可以避开他的阿父，除掉他。看来他是要尽快赶路，找到阿父才行。既然亲吻一下还能让空间升级，亲一下也无所谓，只要不动心，
毕竟阿父是兽界战力天花板，只要找到阿父，他这一辈子都能衣食无忧。加上他现在还有空间，以后的生活肯定不会差。李月害羞了，他也喜欢上优劣了。看来又是李月想出来迷惑人的招数。他庆幸自己没有被他迷惑住。其实李月这几天的变化足以迷惑住他，他的目光总是会不经意间追随着他的身影。要不是拼命克制着自己，他想他真的会做出像优劣这种不理智的举动。他不会像优劣那么笨的，他一定不会对他动心。怎么意犹未尽？要不再来一次？优劣说的什么虎狼之词？他这分明就是故意勾引他，等着他上钩，解气后好对他下手。没有意犹未尽，不用了。不得不承认，兰溪是他见过最美的雄性。我站稳了，你可以放开了。青樱的能量还是太足了，引来了发情期。我试着压制过，没用。他们也想知道，面对兰溪的发情，他会怎么做。优劣的发情期还没完全过去，兰溪又突然发情，他哪有那么多精力应付？不要害怕，我能控制住，你只要让我抱着就好，不会做别的，可以吗？